哎呀，我的软件呢？找不着了，找不着了啊！好乱啊！说到吃，就一定有会住，因为吃和住是紧密相关的。那我们先来聊一下这个旅行中旅行中的住。旅行中的住主要有几种方式是非常明确的。首先是酒店，然后是朋友 Airbnb，另外呢还有一种方式。我自己比较推荐，也不是推荐了，是因为在欧美是非常多的是 motel。motel 就是我们常说的汽车旅馆。汽车旅馆实际上在价位上是非常划算的。最后一种方式呢，就是在当地临时短租一个房间。当然这种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要能够联系到当地的人，或者是你能够去找到当地的一些华人论坛，他们就会有发布一些租房信息。短租的话1-2个月的可能需要找一下，因为很多人都是希望长租啊。那无所谓了，我们从第一个来说一下啊。第一个呢就是你去酒店。酒店的话呢，我们常用的方式一般无非就是几种了，就是从网上订。从网上订这个是最多的包括携程飞猪，这个可能是用的比较多的。那我自己用的比较多的是 Booking。另外好像用这个 Expedia 用的人也比较多。那我先来说携程、飞猪和这种 Booking、Expedia 的区别，因为这种就是实际上是内外有别的嘛。携程和飞猪呢，在中国是挺好使的。那比如说你如果主航出现什么问题，他们都可以帮你解决。但实际上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Booking 和 Expedia 的中国的服务也是相对来说非常非常好的。尤其是住一些好一点的酒店的时候，基本上他们都能够，就是他们算比较强势的一方，所以他们基本上能为客户解决大部分问题。出国的话呢，这种情况就会更明显一些。携程和飞猪其实不太好用。因为如果你的住宿出现了问题什么的话，联系这两家，你从国外打电话本来就是国际长途，就是其实不太好使了。如果你是 Booking 的话，或者是因为很多人出去在当地都会买当地的能够打电话的卡嘛，那如果你是 Booking 的话，那你就可以直接联系到当地，价格上来说，从交流成本上来说还是相对便宜一些的，而且它能够马上解决问题。另外就是 Booking 他们这种提供了电子的入住单，还有他会把入住单邮件给你，就不管任何方式你都可以更好的储存你的入住单。当你去入住的时候，只要有这个入住单呢，然后酒店基本上即使它可能出现了任何问题，它也会安排你入住，这个就是最好的一点。另外呢，我个人推荐给大家，如果是一些背包客会有一个叫做 Hotel Tonight 的软件。Hotel Tonight 这个软件是我去纽约的时候一个朋友推荐的。这个软件非常有意思，它就是基本上是去卖这种当天晚上剩下来的套房，大酒店大酒店的这种房间。如果你是比如说今天晚上到了一个地方有没有临时订酒店的话，你要是赶的话，首先你要赶这个软件非常的便宜，在中央公园周边可能也就100块钱，有时候甚至100块钱不到，就能住到一个非常好的套房，或者是很大的房间，甚至能看到中央公园的，就很夸张。但是你如果提前在这个软件上订的话，那可能在价位上来说，跟在 Booking 上或 Expedia 上是差不太多的。第二个呢，就是朋友。朋友是这样子的，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大家可以考虑这件事情。因为朋友咱们在国外可能就是如果是自己的房子呢，当然是最好，尤其是 house 呢，可能房间也多能够自己的房子嘛，反正能够随意让你住是最方便的。但如果朋友是在国外住 condo， 也就是我们国内说的这种楼房的情况下，那你要真的考虑一下了。因为楼房是这样子，楼房基本上交房子的时候会给你2把钥匙但是在国外对于
配钥匙这件事情是控制的非常非常严格的。那如果你的朋友是和别人合租，也就意味着他可能没有多余的钥匙给你，所以如果你要住他那儿的话，晚上可能可以。如果你不拿钥匙的话，那当然是最好，就是你白天出去玩，等你朋友回来了，下班回来了，你再回来住跟他是最好的。那如果你是白天出去玩需要钥匙的话，那最好是在你朋友下班之前你就要返回来，这样子这样不要打扰人家的生活。因为在国外配把钥匙真的好贵啊，因为他可能会需要跟楼管先申请我要配把钥匙，然后还得说明原因，如果人家同意你去配钥匙的话，他才可以配。然后两种途径，一种是楼里给你配，可能贵到几百块钱，100-200块钱，就美金哦，加币这样子的。然后如果另外一种就是你自己可以去配，但是有那个允许配钥匙的那种地方啊，那种店就是警察备案的那种店都很远很远，有些地方很远啊。然后虽然价格不是特别贵，50-60块钱吧，但是美金，然后但是他得去帮你配，就是得跑一趟，有时候其实不是很方便。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短期的旅游，比如说1周啊、2周这样子的话，如果能住酒店是最好的，跟朋友见面啊是最好的。但是打扰别人生活，除非人家有 house 让你住，如果人家是住 condo 的话，我建议呢，你还是住酒店，可能对你游玩也很方便。好的，还在录啊。那下一个就是 Airbnb 是近2年非常火的一种旅行方式啊。首先它价格便宜，然后住到的地方非常好，而且设施完备，包括像一般在国外的 Airbnb， 国内也是这样子啊，它会提供被褥啊，这个锅碗瓢盆基本都有，然后洗手液。国内的我没有住过，国外的像它有些 Airbnb 连咖啡都会提供给你，就是它会放在那儿，咖啡机都会有，你可以自己冲，所以非常的方便。然后另外就是地方非常好，有可能有些人在很好的地方买了房子，其实他不太住嘛，就是为了投资呢，他会把这些 Airbnb 出租，那也可以住到非常好的地段了，等于是。但是 Airbnb 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就是比如说。可能你觉得这个地段非常非常好，那为什么这个 Airbnb 特别便宜呢？你就要去看，因为有些 Airbnb 它是按时段出租的，就比如说它的有些个人的工作室或者是小团体的工作室，它晚上不用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出租给住客。那你就要问清楚，千万不要，就是因为它这种情况下通常是规定，比如说你晚上9点之前是不可以回来的，或者是晚上8点之前你是不可以入住的。那早上的比如说7-8点之前你就要离开，它是一定要你离开的。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就要问清楚。我个人其实像这种 Airbnb 背包客更适合一些。如果你不是背包客，和朋友或者女朋友一起去旅行的话，我觉得这种少住，然后还是比较辛苦的。另外一个考虑的事情就是 Airbnb 它会存在一个清洁费用，在有些地区清洁这个费用加上以后就是不便宜的，而且在有一些地区是国外比较多啊，像法国蒙特利尔像这种地方，它有些公寓出租是由公寓的管理方来这个进行管理的，而不是那个，它不是就是相当于你的物业在把这个房子出租，但实际上它这个物业可能管了很多栋楼，所以它的物业本身并不在这个楼里办公，它可能会要求你下午几点之前到某一个 building 去办理入住手续，然后拿钥匙，然后你才可以去那个 building 住，就是这个地方和那个地方相差了很远很远，甚至可能车程有时候都会半个小时以上。所以入住这种 Airbnb 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就是这种情况，现在在 Booking Expedia 上也有，就是很多的正规的物业方把这些闲置的房屋拿出来出租，这种一定要看了再三确认，因为这种情况下通常。我个人建议是一定要配合地图，它通常会把这2个地址给你，比如这个房子在哪里，然后它的物业所在地在哪里，这个反正我自己的亲身经历的话，最远的一个物业所在地在蒙特利尔的市中心，大概开车的半个小时，还好最后我是通过电子文件发给他的。把我那些基本信息发给他，但如果没有那些
但如果遇到不接受电子文件的话，那你就得个人去的话，那你真的要小心，因为它的物业是在它的老城区，老城区就是停车也不是很方便。那你即使能去的话，其实这个整个下来可能你的成本太高了，你要考虑你要停车的成本，在那个老城区蒙特利尔的老城区停车20-30块钱这样子，然后你还得去，就是比如说我3点能入住，他12点到2点之间能够办理入住，或者是有一些入住方他可能说我早上10点到11点之前你要必须办理入住，因为我只有这段时间在工作。你要如果不办理入住的话，你下午3点就不能住，所以就会导致实际上你虽然感觉你订了 Airbnb 很便宜很好，但实际上会变成你整个这一天都要费在这个 Airbnb 上。所以我觉得 Airbnb 虽然很好，但是有些 Airbnb 是有一些麻烦的，所以一定要仔细。这就为什么我把这个就是 Airbnb 排到第3位再说。另外有一些 Airbnb 是和房东一起住的，那如果房东不在的话，你也是不可以入住的，必须房东回来了和你一起入住。所以就是这个对。然后另外还有一些情况，就是在多伦多有一些房子，好像美国也有一些 building 就是我们说的 condo， 就是这些大楼房型的，它的物业管理公司其实是不允许 Airbnb 入住的。这个和中国的情况有点像，就是有些小区大家都在出租，但实际上有些小区是不允许这个房屋作为酒店公寓的出租性质来出租的。中国其实可能也就说一说，这样就过去了，可能登记一下就过去了。但是在国外是这样，国外有些物业说不让你租就不让你住，因为你上楼的时候会登记，进门的时候会登记嘛。他只要明确知道了你是这种的话，他有可能会马上拒绝你进楼，或者他会警告你的房主，让你第2天就搬走什么的。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所以 Airbnb 并不像大家想的那么完全没有任何问题。所以 Airbnb 如果确定了的话，一定要跟你的那个房东联系一下，聊一聊，看看有没有这种问题。Totally 如果没有的话，才可以入住。另外 Airbnb 的所有的这个价格都是税前的，你要看到税后的是多少钱，要加多少的清洁费用啊什么的。另外有些房东对你走了以后需要房屋恢复到什么程度，他也会提出一些简单的要求呢，你都需要注意。好的，剩下一种就是 motel 为什么和这个酒店分开说呢？是因为有些 motel 是像 Booking、Expedia 里头你是找不到的，有些 motel 它实际上是规模比较小嘛，可能，所以它没有办法去，你知道抽成给这些大的平台，所以你是找不到的。但这些 motel 呢，通常又是在一些风景非常好的地区，包括像在加拿大五大湖的地区呢，就有很多的这种 motel 类型，他们在这个正规的软件里头找不到，但是你可以在 Google Map 这种地图的应用中找到，比如说你搜 hotel 或者 motel 的时候，它就会显示出来。这样它底下会有电话，你就可以给他们打电话，然后预定。一般都是使用信用卡，没有信用卡的是绝对不可以的。有信用卡的话，它会担保押金，这种情况你就可以入住。包括这种 motel 其实它的因为它大部分情况下，它的这个所有者也就是它的那个管理的人员，所以他们都会比较好。我们出去有一次玩的时候，我们因为那个路途太长了，所以我们开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已经过了12点了。我们当时前一天跟他联系的时候是，那能不能给我们留下？因为我们肯定得12点以后才能到了。他说 OK 没问题。我们到的时候就发现就那一排 motel 里头就那一个屋子是亮着灯的就明白了。然后他把那个门开，我们第2天早上才去付的钱非常不错的。然后最后一种呢，就是短租房屋。短租房屋其实是这所有的这5种类型里头是最便宜的一种。如果比如说 house 像一般没有窗户的房子，就是这么说，我们在国内现在不是有一些如家什么的嘛，他们租了一些旧的 building， 然后改造了以后，里头其实放了一个窗户，大家一拉窗帘，发现那就是一堵墙嘛，就那种又比较闷呢。但实际上，国外的这种 house 里头的状况肯定要比它的那个好了，只是说可能有些没有窗户或者一个小窗户那种，就是在1层的那种。
这种房屋大概租金1个月也就是500-600块钱，大概这个水平吧。可能各个国家不太一样啊，但是总体来说都不是很贵。如果是在2层啊，可能阳光啊什么都非常好，有房子又大的那种房间，可能1个月也就是1000块钱。如果你是比如说像 Airbnb， 我们不是通常租到公寓嘛？但是通常租到公寓好一点的公寓，Airbnb 里头按1天都在100多块钱收的话，那你这样算下来1个月也就3000多了。但是像这种公寓在通常如果是按月短租的情况下，这种公寓大概也就只有2000到3000块钱，所以说也是可以一种考虑的方式。它唯一的问题就是说你需要登录当地的一些比如说 BBS 或者是论坛，你去联系当地的华人。一般在海外华人论坛都有出租信息可以看到，那你就可以跟他们聊，甚至有一些留学生的他们比如说假期他们要回国，他们就会把他们的屋子短租出去1-2个月这样子的，每个月按租金收，按月租金收。你们都可以，这个都是可以考虑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降低租金就降低旅行成本的一个方式。